只给你1分钟的时间，说出3个我最喜爱的演员。你别太随便，太敷衍，再多说一遍。哦，你最好认真一点。说出你爱我的5个理由，我就送给你我的温柔。你皱起眉头说我怎么无聊过了头，不肯罢休。星星、月亮、太阳，它们把我们的未来都照亮。你若是真爱我，牵我的手，一辈子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它们一起来见证你的承诺。你若是真爱我，牵我的手，一辈子我们一起走。拜拜，先走了，小月啊，路上小心啊！好。程总监，再见。自己照照镜子。下班了怎么还不回去？浩方哥说，让我留下来做保洁。那公司还要保洁干嘛？干嘛要让员工做？说是要培养新员工的奉献精神。这规定倒是挺有意思，可这么大一办公室，一大早到什么时候去？我来帮你。哎，不用不用，程总监，这很快就弄完了。你也辛苦一天了，快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能搞定。小月，那个，程总监，对不起，这件事情我想了又想，我还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撒谎不去上班，去127-580是我不对。能来55购工作，这机会很难得，我没有好好珍惜。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但是不能代表我不认真工作的理由。对不起。其实吧，可能我也有点太守旧了，太较真了。那天那件事，我有些太激动，还动手打了你。我应该向你道歉。还是我帮你吧，公司这么大，一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程总监，你快回去吧，叫人看见又要惹麻烦了。我是宇宙全能的小月，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搞定的。好吧，那你早点回家，明天见。心情这么好，有约会啊？
要不我委屈下约你，就当员工福利好了。哎呀，这个要看小月答不答应了。哎，不过你那个培养员工奉献精神的规定啊，还真不错。有机会，我一定向你好好的学习学习。唉，拿着业务员的工资，却干着保洁的活，真是亏死我。你还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啊！他也做了几单生意了，那不算功劳啊。孔先生，怎么样？味道还行吧？烧烤呢还不错，花样繁多，口味纯正，吃过之后有唇齿留香的感觉，基本上可以做到入口不忘，可以说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美味与健康的融合，恰到好处。可你的凉菜呢，实在是显得有点粗陋，和烧烤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特别像穿了一身高档的西装，但配了一双廉价的运动鞋，啊，把你整体菜品的格调降低。可是这凉菜师傅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这吃过的人都说好吃啊。冷夫人，正所谓做菜不做人，文凭学历这些都是浮云，啊，关键在于做的人的心境和悟性。好的菜要是怎么出来？那是要由心而发，有感而生的。这品头论足啊，大家都会。可是这理论呢，跟实践它可是有距离的。OK， 冷夫人的观点呢，我也完全同意。那要不这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理论和实际的完美结合，发自于心灵、浑然绿色的孔氏凉菜，如何呀？好啊，厨房在哪儿？在那边。给我1小时，我给你全世界。欢喜，跟我一起进。啊，二位师傅，我要用你们的厨房呢，做几道小凉菜。二位师傅是不是先休息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
了，绝了，真绝了！小意思，小意思，好吃就多吃，好吃就多吃。来尝尝这个。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来，尝尝这个。小孔，你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哎，过奖过奖。这个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儿媳妇欢喜呀，做饭方面非常有天赋，一点就透。哎，给了我很多灵感，这绝对是我的黄金搭档，是不是？你说他，哼，真是想不到啊！我真是大材小用，没想到你还有可用之处，不容易啊！哎，容易，年轻人嘛，只要您多给机会，他马上就会给你到位，是不是？哎，老板娘，以后啊，请孔师傅每天出2款新凉菜，客人啊准喜欢。那也得考虑它的成本。哎，我的工钱不是问题。可以这样啊，你们店里呢先试用我1个月，如果店里和顾客都觉得满意的话呢，你们再决定用我。至于给多少，你们就看着办吧。这样啊，真可以，老板娘。以后啊，我们先试他1个月，这样划得来，亏不了。可以试试，考虑考虑，老板娘。升职的关键在于。师姐，新工作怎么样啊？还不错啊，机遇和挑战并存。你一定行的，我们4姐妹就属你最聪明了。哎呦，可别啊！我上学那会儿，我的成绩还不如你的1个零头呢。那是因为你志不在此啊，有什么事儿你谁细想做还有做不成的。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的嘛，也不枉我叫你这么多年的姐啦。那个跟同事关系处的还行？一半一半吧。女人嫉妒，男人爱慕，哎，没办法，这就是美女的悲哀啊，你不懂的。也是啊。看来你们都和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原来是为了某人啊！怎么这么说呢？我也是为了你啊。好了，不说了。伤心了我。熄灯睡觉。好好怎么又伤心了呢？哎，石溪，到底怎么了？还在闹别扭啊？姐，我要崩溃了！我跟你讲，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你要是不困的话，你就去后门倒立去啊。商场如战场，间谍到处有，可是没想到家贼难防，公司这次栽了。到底谁是内鬼？给我站出来，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你能放弃陷害，让公司度过危机，我一定从轻发落，保密处理。韩总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说有内鬼？不是内鬼会是谁？我们的大客户雅秀新产品广告方案刚刚被泄露出去，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对手公司失忆的新品推广官网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吧？太过分了！这样，无耻剽窃的家伙，居然敢明目张胆的一个字不换的用污垢公司为雅秀公司辛苦做出的创意，这不只是抄袭，这是赤裸裸的剽窃。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才叫悲催呀！不知道改了 N 次，死了多少脑细胞，耗费了多少心血，做得我们快要崩溃才做出来的。为了做这个策划，我都好几个月没见我女朋友了。哎，那几个月我天天耳鸣，我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更惨的是，雅秀公司刚刚给我打电话，提出广告方案只有咱们公司拥有，
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诉讼，索赔1000万。1000万！韩总监，最终方案只在你和我的电脑上。你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个内鬼？我当然相信程总监，但是内鬼肯定就在咱们2个部门。从现在开始展开调查，主动自首者从轻发落，保密处理。同意。大家要支持韩总监的调查。韩总，我们现在就一点方向都没有了吗？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网络发布的时间，找到一些线索。这个我早想到了，根据失忆的官网发布时间推断，应该是在21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到底是谁在公司？谁要陷害公司？到底是谁动了我的电脑？不是我，是啊，是你？我怎么就看你聪明漂亮，胸部发达，头脑不简单啊？就学会了做商务间谍？放着性感尤物不做，放着蜜色菠萝不做，放着气质达人不做，学起川岛芳子和007，搞起无间道来了。豪放哥，你别乱说，我确实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可是我不是间谍，我也不是内鬼，还有我没有出卖公司，出卖你们，泄密的人真的不是我。哎呀，豪放哥，你跟大家说清楚，我是按照你的指示才清理韩总监电脑的。小月，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就是你，你就说出来了吧。韩总都说了，会从轻发落的。我真的没有啊。陈浩放，你搞清楚了再说。况且小月不过是按照你的吩咐，对韩总监的电脑清洁。行了，我不相信任何解释。我们现在就去保安室调21号下午以后的录像。对，摄像头是不会撒谎。走。录像怎么断了？不知道啊，保安部的人也说不知道怎么后面就变成这样。很明显，是有人想毁灭证据，把关键的部分给删掉了。不一定吧？是，我觉得单凭这个视频不能断定小月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觉得公司24小时实行监控，谁干了什么没干什么一清二楚，人证物证齐全，不需要解释。总监，杜贼啊，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了。真是好事没双份，坏事一箩筐。咱们公司这下是臭名远扬了。又出什么事儿了？网上已经散播出了雅秀新产品使用后严重过敏的帖子，网友负面影响强烈。程总监，按理说这次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所有员工都有嫌疑，但是根据网上爆料的实质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将范围缩小到了上月15号到17号这2天派出的抗过敏加防晒美白系列试用装。帖子中还有一位白女士提供的患病情况，请问这该怎么解释？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我们在想白女士是谁，反正不是我。是不是你我自然清楚。小月，我希望你能主动的来找我谈谈。韩总监，我真的没有，我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陈总监，你不仅给过我一个人试用装啊！果然是你拿了试用装，
不是穿了白衣服就代表纯洁的。是清是白不是你说了算，该哭该笑，等查清了再说。查清后要走要留随你，但要查不清，咱们就法院见。老实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我走以后，打扫完卫生，你几点回的家？你用了那套试用装过敏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接吧，说不定有什么急事。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小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相信我是吗？小月就是白学习，我知道，韩芷玲也知道。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肯定要吃官司的。吃就吃，我山珍海味吃多了，我吃点龟排排毒行吗？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的？好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那天晚上你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也马上就离开了。过敏的事情也不是我爆料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都怀疑我，对不对？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这件事情我有责任的。试用装派送在我手里，可是到目前为止送出去的只有2套，没有回馈意见。是啊，你也说有2套，你为什么不怀疑那个人呢？你难道忘了他也姓白吗？不行的，不可能的。所以你就斩钉截铁的怀疑一定是我，因为我拜金，我虚荣，我月光，我缺钱，我肤浅，我浮躁，我没责任心，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这样行不行？你们小声点，爸在呢。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学姐，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你走的时候也没拿钥匙，我都没敢先睡，怕你进不来。怎么了？他这是？他不是处你的。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情，所以召集大家紧急开会，心情不好，所以回来了。我听说了，他走的时候是急急忙忙的，难怪没带钥匙。你们公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等解决了再告诉你。也行，那你赶紧回去吧，我去劝劝他。走了。水姐，你干嘛呢？干嘛呀？发那么大脾气？跟脚有伤，跟地有伤，你小声点，人家吵着。哎，你没事吧？给我！出什么事儿了？就没见你发过那么大脾气。那你现在看见了吧？到底怎么了？你装什么呀？明明你
你是主犯，我是从犯，凭什么你就一脸无辜，我就是死罪啊？凭什么总是你好我坏，让我永远活在你的阴影里，光明不起来啊？你看见了吧？就是他惹了我。你也有这化妆品啊？你干嘛不把你过敏的事情告诉程书航啊？我给忘了。忘了？你怎么没忘了吃饭呢？这么要命的事情你怎么忘了呢？怎么就要你命了？当然要我命了！这不止要命，我现在都是商业间谍了我。哎，书航，那怎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啊？不是，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我给你做了宵夜，我怕你回来肚子饿，赶快坐下吃，快！这是什么菜，舅舅？你先尝一下，新产品、新事物，啊？怎么样？蛮有爱嘛，舅舅。我一定会用食补来增强你的正面能量，好让你的小宇宙不断爆发。那你跟我也聊聊吧，为什么垂头丧气的？肯定不是因为加班加到这么晚吧？舅舅，我遇到问题了，情感问题。我身边呢有女孩子，她叫水喜，是那种很活泼、很可爱的类型。这很简单吧？一边是10年，一边是3个月，那你信哪个？还有啊，木喜那孩子一身正气，我喜欢。那水喜呢？水喜他在你神志不清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他是，但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神志不清吧？不说了，吃了。找一下百货公司的年鉴。哦，对了，还有那个地产公司的账本在那个箱子。这么短的时间看这么多资料，您消化得了吗？哎，我们有选择吗？明天就要开会了，这是我们第一场战斗，一定要做好功课，擦2杠枪，准备迎战。好，殷总，您来到集团已经半个月了，同事们都看到您积极认真地准备这次董事会，我们都相信您未来的领导，您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详细的计划来引导我觉得那个决策。各位，现在代表林董事长正式向大家介绍这位林英雄先生。从现在起呢，他接替董事长的一切事务，袭任我们林氏集团的新总裁。这个老林的公子，果然是年轻有为，气度不凡呐！还真是那个多有力气不可以示人呐！不愧是老林调教了多年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呐！这位是跟随董事长多年的吴为先生，他是3朝元老，5朝吧。幸会幸会。请。这位是赵正邦先生，主要负责零售产业；于青先生，主要负责酒店产业，人称是世界酒店之神。刘兰女士，主管影视产业，她可是我们影视界鼎鼎有名的女强人呐。
丁木森先生，地产公司的高总，金融顾问公司的陆总，其他几位都是总部的高管。现在会议正式开始，请各位高层呢，分别介绍一下各个行业在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林总，你对零售行业目前的发展都有怎样的计划？我这儿正规划今年下半年要大步的走出去发展。酒店业这一块呢，目前竞争非常激烈。你看我们是继续高端化呢，还是分开发展大众化酒店？我们集团公司旗下的影视传媒公司在广告方面的投入，资金占整个项目资金总额的10%，而市场回报和广告收益却总不理想。林总，现在数码互联网山寨产品是层出不穷，而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请问林总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防伪不道？我们是在这一块是集团旗下的全部您对国外的风险投资怎么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立场投资方面？零售方面，服务要比产品更加的人性化，在保留原有架构的基础上，要加速分店的发展。但是记住，我们只走高端市场。酒店的经济投资很大，但是回馈利润相对较慢。我觉得如果和房地产、娱乐性产业这些综合性产业进行连接的话，就会有更联动的收获和效应。影视投资这笔广告费，我觉得不但不能增加，而且要相对减少10%。泡沫地产语出的合理性，我想请问各位，房子的市场到底有多大？不晓得董事会开得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英雄既然不让我们参加他的董事会，肯定有他的自信。但愿吧，就怕他扛不住大伙的长枪短炮，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刚才林总的一席话，我是颇为欣赏，受益匪浅呐。在很多的观点上，我和林总都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但是，在削减影视投资的广告费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呀。吴总监，您请指说。哎呀，林总啊，这个影视行业它是个暴利行业啊，对，投入大，可回报也大呀。要办事就得花钱，要办大事就得花大钱，看得见看不见的钱都得花。吴总监，我觉得您说的都对，但是年轻人啊，这个世界它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除了黑就是白，那么两极分明。所以啊，我建议，广告费用非但不能削减，而且要追加20%。我想，如果林董事长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个办法。对，黑白不分就会有很多灰色地带。我相信，吴总监要比在座的任何一位股东都清楚。林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再怎么说，这些股东也是身经百战，在商界都是你的前辈学长。是，嘻哈、犀利都可以，锋芒毕露也可以，但是你不要说这些外行的话，那会显得很无知、很白痴、很天真、很傻。吴总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没错。当然没错，要不然10几年前林董事长为什么选我做开黄牛呢？蒙顿这个牌子和塞拉的运动服很酷似，营业额却不及塞拉的1/3。你说这是为什么？很简单，这就是同行竞争的残酷。竞争残酷无可厚非，但打着股东的旗号却中饱私囊的商业手段，更是卑鄙。林总啊，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林总今天刚来，就想燃起一把大火。有。感谢各位这么些年来对林氏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但唯有改变才能与时俱进。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天我也来添3把火。第一，在实行员工聘用制的基础上，对高层领导也要实行竞争制、聘用制，员工和高层相互监督。股东除了要拥有一定财力之外，还要有企业的口碑和人气。
第二，培养内部人才的同时，要不断的招募英才，加大服务和售后服务力度，不断的招募更多的中实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果然犀利得很呐。那请问林总，将如何安置我们这些老家伙？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首先，高层股东跟员工一样，要进行再培训，不断的完善自己。但人在其位就必须称职敬业，这样才能为员工和集团带来更多的利益和福祉。行了，看来林总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啊，那我们这些不称职的老家伙也应该有自知之明嘛。林总啊，今天我就向你提出辞职，跟董事长也干了有小20年了，该休息休息了。哎呀，老吴，你看这工资怎么少得了您呢？没那么严重吧，吴总？您消消气。啊，就是，林总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吴总监，我接受您的辞职。这里有您近段时间的工作记录，以及近10年来的工作成绩。感谢您20年来对林氏集团的支持，但是就目前来看，您的确不再适合担任总监和股东这个位置。哎呀，林总啊，你都不会客气客气。好了好，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时间也太长了，腻味了。吴总。小伙子，在这个江湖上你才干了几年呢？走。不要拍了！谢谢大家，以后就这么担保，对不起，无可奉告。公司一向出入戏，现在出了这么大事情，全员贵公司打算怎么处理？不要拍了！现在在调查，等到调查出结果，一定会给你交代，好吗？请问贵公司出现了内鬼，能透露一下内鬼消息吗？好吧，不要拍了。公司只要经理没有内鬼，不要拍了，等我调查出我会给你们说的，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要拍了。这叫什么问题？他会不会说人话？谢谢大家，不要拍了，谢谢大家，不要拍了。哎，这都什么时候？你怎么还来上班？不要拍了！怎么我不能来吗？怎么现在的嫌疑犯跟欠钱人都这么拽？哎呀，真是坑我！说我是嫌疑犯，这没判定我有罪之前就不用看谁的眼光看我。我是谁啊？貌美无敌的白水洗，我爱来就来，爱干嘛就干嘛。我是不会屈服的。因你的惊人之举拖累了公司，你却毫无歉疚，我真是佩服。歉疚吗？我有啊。自从我小月来到这地球上20多年，确实有2个憾事令我的完美人生略有瑕疵。第一就是聚集了太多异性的偷心情债，第二就是亏欠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真是遗憾。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让我觉得歉疚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文化和层次密不可分。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层次，没教养的人就一定没文化。韩总监，你说的没错，就像穿得起名牌不一定就是名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就高人一等。还真是牙尖嘴利，对答如流啊！自卑的人才会故作骄傲，心虚的人才会扮作坦然。人性的弱点是黑是白，得看时间凭证据。事关公司声誉，一天查不出，公司就一天不得安宁。我奉劝你，要是心里有鬼的话，赶紧认罪伏法，不要连累了公司和同事。爱谁谁，反正不是我，我问心无愧。你这是什么态度？要是那边律师文书下来了，麻烦可就大了，到时候闹到法院去，谁来承担？我来承担。请你不要意气用事。常总，请你不要公私不分，你为了这个女朋友付出的也够多了，当心把自己也拖下水。我希望我们的谈话可以客观些，不然的话没得谈。和我说客观，我倒是希望你能客观点。凡事从事实出发，尽量公平公正有担当，不要让公司的员工觉得我们公司出了事情就只会互相推诿。好啊，那就请程总监公平公正的尽快调查清楚，有担有当，还自己一个清白。这件事的源头在你，你必须跟进到底。你放心吧，我会的。也希望你能心平气和地等待结果。我心平气和不了，分分秒秒我们都在面临诚信的危机和经济的损失。程总，我希望你能站在公司的高度审视这件事情，而非个人感情当前。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吧。我知道小月得罪了一些人，而且这些人正在等着看她的笑话。我也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算有再多的罪名也无法成立。证据？好啊，那我给你看证据。你好好看看吧。他是多家银行信用卡上的黑名单人物，还借过高利贷。做护士的时候，因为品行不正被医院开除。后来在一家叫17580的公司做兼职，专门骗人骗钱。这一桩桩事件都是我经过4处走访、严密调查的。我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诬陷栽赃。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怎么，傻了吧？这就是你恨不得用性命来保护的女下属，整个一个人格有问题、性格有缺陷的女骗子。这种人既无 EQ 又无 IQ， 徒有其表，败絮其中，只会骗你们这些专门看人家前拱后翘，而不在乎人家有没有内涵的男人。现在清楚了吧？你还要不要保留他、保护他？看来你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和力气啊，辛苦你了。我知道你交友广阔，路子办法都多，但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依然保持我的意见。你放心，等我拿到铁证，他休想轻松地穿上神经鞋。好人坏人有了证据就清楚了。程总，你可以保留，一直保留到你留不住的。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最后怎么做人。你妈，我碍事不碍事，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你妈，你这个村长不忙村里的事，跟着我干什么？回家去。村长人呢？更何况我现在退休了，我逍遥自在。不许跟着我。小美呀，我没有跟你呀。哎，我正好顺路，我真顺路啊！哪有这样顺路？真是。停车！停车！快点！人命啊，错了，是2个老精神呐！欢迎光，请随便坐。不用客气，我是来看欢喜的。随便吧。放心，我会随便的。哎，姥姥来了。欢喜，姥姥来给你送东西来了。真的，看你爱不爱吃。先生，您的水。先生，您点点什么吗？再给我来一杯。都是我爱吃的。拥有了无可挑剔的温柔，为什么还觉得自由？一切都那样的完美，按说不该再有要求。2个人朝着2个方向，再多的努力都很苍白。即便手牵着手，要什么都有。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你也为我做了你能
是苦是甜是否爱有缺口，都能胸口贴着胸口。哦，想不到在一起了。